咱们今天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呀。美国这个公认的全球超级大国，为什么要去跟芬兰一个人口只有500多万的国家买它最重要的战略舰船呢？你别看这问题好像挺简单，它背后可藏着一个大故事。这故事里头有技术竞赛，有地缘政治，还有一场正在冰天雪地的北极上演的全新的全球势力大博弈。你想这笔买卖不仅让人觉得有点意外，甚至还得让美国总统亲自特批或免掉一项实行已久的法律。那究竟是什么情况能让美国这么着急，甚至不惜要打破自己的规矩呢？咱们就来一探究竟。故事的开头是一项让很多人都大跌眼镜的公开声明，同时呢，这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国家安全决策，可以说它直接打破了美国近100年的造船传统。当时美国总统的这番话说的是相当直白了，理由很简单，因为芬兰造的是最好的。但问题是，话虽这么说，背后却有个巨大的法律障碍。美国有一部法律，严格规定所有军用船只都必须在美国本土建造。所以要从芬兰买船，就必须动用总统的权力，说是为了国家安全，给开个特例。所以你看，这下关键点就特别清楚了。这个需求被认为是10万火急，急到什么程度呢？急到政府宁愿绕开那些保护本国工业的法律。这就强烈地暗示了一件事儿。在美国高层看来北极的局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那里的战略利益比坚持美国制造要重要的多。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芬兰呢？这可不是随便抓阄选出来的。在破冰船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领域里，芬兰绝对是世界第一，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芬兰的统治力到底有多强？咱们看个数据就明白了。现在全世界所有在跑的破冰船，你猜有多少是芬兰设计的？整整80%，这简直就是垄断呐，对吧？而且这还不是说他们只是个代工厂，不，他们是从最核心的设计源头就把这项技术牢牢抓在手里了。这句话说得太到位了，一下子就解释了芬兰技术的根源在哪儿。对芬兰人来说，造破冰船不是一个商业选项，而是为了生存，是必需品。你想想看，一个国家所有的港口一到冬天就可能全被冰封住，那经济不就瘫痪了吗？整个国家就成了一座孤岛。所以为了打通这条经济命脉，他们不得不逼着自己成为这个领域的顶尖专家。芬兰破冰船的秘诀其实并不在于用蛮力去切冰，那样效率太低了。恰恰相反，他们的设计非常聪明，船头是特殊的形状，能让船爬到冰面上，然后就靠船本身几万吨的巨大重量，像个压路机一样，从上面把冰层给压碎。这个方法他们用了100多年，不断完善，所以既高效又特别可靠。而且芬兰不光是会画图纸，他们还特别擅长把这些复杂的设计变成现实。全世界60%的破冰船都是在芬兰的造船厂里叮叮当当造出来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有成熟的供应链，有经验丰富的工人，还有一套高效的建造流程。而这些恰恰是急着想要拿到船的美国最看重的。好，到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芬兰是最佳人选。但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是现在？北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美国这么火急火燎的需要这些船，甚至不惜打破常规呢？答案就是，整个北极圈正在迅速升。就像这里列出的几点，因为气候变化，以前常年冰封的北极现在正在融化。这可不只是个环境问题，它带来的是全新的局面，新的更短的航运路线出现了。以前够不着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现在开采起来也更容易了。这片冰封的荒原正在飞速地变成下一个全球战略和经济竞争的大舞台。我们来看这张表，这一对比，问题的严重性就一下出来了。你看俄罗斯，差不多40艘破冰船，里头还有8艘是核动力的，那可是能在北极横着走的巨兽一年四季随便跑。再看看美国呢，自己也是个北极国家，结果呢，能拿得出手的就3艘，而且连1艘核动力都没有。你想想，在这么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地方，这个差距可以说是致命。当然了，让美国焦虑的还不只是俄罗斯。
我们看到中国也越来越频繁地派所谓的科考船进入美国在北极的专属经济区。所谓专属经济区，就是国际公认的美国拥有资源开采权的海域。这种行为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种积极宣示存在感、试探对方底线的举动。好了，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最核心的地方。在北极那种特殊环境里，一艘破冰船，它早就不只是一艘船了，它是一种力量的展示，更是一个国家意志的宣言。这句话说的真是一针见血，点明了北极地缘政治的特殊性。你想把航母开到冰天雪地的北极中心去，不可能，战斗机也没法在那儿长期驻扎，所以在那个地方存在本身就是力量，而破冰船是唯一能保证你存在的工具。有了它，你才能说自己是个北极国家，才有话语权。面对这么大的战略差距，美国肯定是坐不住了，必须得奋起直追。那么，他们具体是怎么跟芬兰合作，来弥补这失去的几十年的呢？这就是美国的追赶计划了，一个非常务实的合作方案。你看，第一步，先让芬兰的船厂赶紧造2艘出来，解燃眉之急。同时呢，把芬兰成熟的设计方案，也就是所有6艘船都要用的核心技术，转移到美国，让美国自己的船厂开始学着造后面的4艘。这其实有点像是一种市场换技术的策略，目的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舰队重新建立起来。芬兰的效率到底有多高呢？这么说吧，凭着100多年的经验积累，芬兰的船厂造一艘技术这么复杂的重型破冰船，只需要2年半到3年。对比一下，如果美国自己从零开始摸索，可能10年都搞不定。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经过验证的效率，才让美国最终决定去走捷径。所以说，这次买船远远不是故事的结尾，它更像是美国在这场遥远的北极冰上权力的游戏中刚刚落下的第一颗棋子。随着北极的冰一天天融化，真正的问题是，这支新的舰队到底够不够用？它能不能确保美国在世界下一个伟大前沿阵地上的地位？我想，只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